台湾对我来说是不二之选。那当然前提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现在的这个大陆。哦，台湾女生真的好，哇靠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又温柔又漂亮，真的哪里都找不到。像台湾女生是值得你放弃上海生活，并不是所有都是说，哎，这个台湾一定要收复啊，怎么样啊？过了差不多要10年、9年了。哦，快了，你觉得第一次来跟这次来有什么区别？这个你们的赖清德啊，这个不 OK，那不 OK。台湾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存在，你跟人互动，他多少会带到一些政治话题。我也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们的主席为什么一直要拿飞弹对着？”台湾女生真的是集温良恭俭让于一身的完美型。Go 聊天吧。干杯 Cheers，Cheers for 台 ！Hello， 大湾。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，我是尤文娟里。我是上海玉男。是。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Go 聊天吧。那袁作为一个我们见过3次一位老朋友，而且这3次是集中在大概1年。对啊，因为我来台湾还挺频繁的。对，他1年里面至少来了3次，而我来台湾5年，回上海只回过3次，我回娘家都只回过3次。他在台湾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家呢？其实有没有想在台湾安一个家？我很久以前，3、4年前的时候，然后当时我在美国嘛，那我现在因为拿着美照，美国的护照，所以我可以来台湾。之前遇到很多陌生人，他们都很好奇说，哎，你上海人怎么可以来这里？所以我拿美照。那我其实想离开美国来到台湾，当时疫情没有办法来。那我一直觉得说，因为我作为一个华人，那在如今的一个华人圈讲中文的地方或者国家，那我会觉得说，台湾对我来说是不二之选。那当然前提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现在的这个大陆，然后尤其是我的家乡上海，真的很不喜欢，尤其这2年经济啊各方面啊人文啊，整个氛围是我不太喜欢。我私底下也跟奶爸经常讨论这个话题，有些吐槽。对，所以当时想过来，但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了。后来就旅居泰国，但是即便如此，我现在旅居泰国，我每年还是会来这个台湾，至少2次、5、6次，可能会越来越多吧。对不对？然后，对啊，其实最初的时候是想看有没有机会认识这个我未来的太太。我其实因为从小上海教育，父母教育是比较传统。那之前我爸了解说你要去台湾的话，那你现在还没结婚，40出头还不结婚，那你既然那么多次去台湾，你也喜欢台湾，你要不干脆在那边找一个台湾太太？那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，对吧？没有办法像奶爸一样那么幸运找到。那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家里有房吗？工资多少？我们上海人3句话。OK， 这不是一个征婚视频啊。当然有兴趣的可以联系这位帅哥啊，单身帅哥啊。对啊，然后就是家了嘛，算是处在一个比较不太那么普遍的自由身份，或者说财富自由的一种状态。那这个财富自由每个人定义不同，就是说我现在就因为一个人 YouTuber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那很多人会很羡慕。那但是我也同时很羡慕奶爸，就是对啊，我们是互相羡慕，他会羡慕我有时候也会羡慕他。围城，这个真的是围城。我相信看到这边大家蛮多人会有一些这个认同，不管是你跟我一样还是跟奶爸一样。对啊，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状态，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想办法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对，把你现在这个状态过好。对，然后再去想别的。当然，如果说我真的可以认识一个台湾太太，然后她可以跟我一起全世界飞 ，Well， that would be perfect。第二次啦。对，我其实真的蛮喜欢台湾女生的。哦，台湾女生真的好，哇靠，太好了，又温柔又漂亮，真的哪里都找不到像台湾女生这么好的。而且台湾女生就港台嘛，我们从小就是觉得我们上海人都觉得港台女生的皮肤都好好。皮肤确实我觉得不光皮肤，真的各方面都好，身材也好，脾气也好，性格也好，观念也好，真的教育也好，声音又好听。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要狂点赞？尤其是如果你是台湾女生的话，我不敢说真话，因为我爸比我更有感受，因为你已经娶了台湾的太太。那我的话可能毕竟没有交往过，但有一些台湾的女生朋友，那等一下我就会结束跟奶爸的这个夜市觅食之后呢，我就会跟一个台湾女生见面。对，所以大家要去关。停！你刚刚还在征婚啊？刚刚这个人还在征婚，然后现在说没有，我现在没有结婚啊，我就对啊，自由身啊，我也没有跟这个女生怎么样，所以只是朋友。吃着碗里想着锅里。蛮好的，这个女生，你看大家会看到，不是等一下啦，就是之后的影片里的嘛，去我的影片里可以看到。OK， 在我期待啊，这一次台北的这个系列影片我看到过。另外就是一个美食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这个夜市？就是说我觉得在很多地方
待过之后，我觉得台湾的美食是不太容易吃厌。嗯，哪怕我再喜欢的泰国料理，那你其实吃来吃去就是一些，然后酸辣，然后吃多之后也会觉得说有点厌，有点腻。所以说，真的，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说有点羡慕奶爸的生活呢？就是说，如果说能找到一个台湾太太，我可以吃到这个每天吃到台湾美食，尤其是当然奶爸自己会煮饭。如果说遇到一个台湾太太，她也会煮饭的话，当然我这个要求比较严苛了。当然，我能你是讲给你刚刚那个台湾女朋友听？她可能会看到了，对啊，她可能会，我不晓得她，我不晓得她会不会做饭，对吧？如果会的话，当然最好。那到时候可以这个真正的做一个台湾留住一个男人，先要留住他的胃。Yeah， 那真的就是台湾女婿，没有了，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征婚节目，只是说刚好聊到这个话题。台湾女生是值得你放弃上海身份，当然你现在已经放弃了，我已经放弃了，不是身份问题，是真爱。对，我想说，我倒不是怕，就是有上海女生在看这一期了，我觉得哪怕你有在看，我觉得也不怕，就是吐槽，因为上海女生真的不 OK， 太现实了。又来了，没有，好了，每个人不一样的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有没有房啊？有没有车啊？不能一概而论。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。你也是经常在做 YouTube， 然后全世界各地跑，那你有没有观察到你的流量有什么特点？就是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每次都会隔三差五，然后会来台湾，因为确实在这边流量会好些。那我知道台湾人比较喜欢看 YouTube， 那我的话身份比较特别，那作为一个可能就上海人也好，那大陆或者作为一个美国身份，是个外国人，那在这边有一些人文的互动啊、交流啊、一些经历挑战或者一些就是奇怪的事情发生、有趣的事情发生，那这个可能是在地的台湾人平时生活中不会有，所以说可能我这部分的这个台湾式的影片会比较受众，大家会比较喜欢看。当然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其他的影片，日本啊、韩国这些台都会有一些都蛮精彩的，好玩的、有趣的，还有带有一些攻略性质的这个内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、点赞。而且圆圆的特点就是非常真实，它不会有剧本啊，或者是完全没有对刻意的去讲某一样东西好，它真的非常真实。那我其实观察到你来台湾拍，也不是所有影片都流量爆款。当然有一部分是10几万、20几万，非常好的，可能是你那个影片列表里面排在最前面流量的。但是也有一些没有那么好，是你觉得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出镜了？这个不好说了，这个可能是 YouTube 后台的它的一些根据就是我们粉丝的一些分析之后，它的推荐决定就是最终的这个流量观看。我觉得可能是作为一个上海人，我讲就是上海跟台北的一些对比。大家比较愿意去看，是吗？对啊，因为大家也好奇，就是说作为一个上海人来台湾到底是怎样的感受，然后你为什么对现在上海不喜欢？那你又为什么会喜欢我们现在台北？或者哪边又不太足够，需要去提升进步的地方？这个可能是 again 就是在地人他不会去往这些角度思路去谈论这个事情。生活中可能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也不会去提及这些话题，对吧？所以说可能流量会比较好。所以你是抓到了这个流量密码吧？你觉得这是一个流量密码？我本身就很想表达，对，不管它流量好不好，我都很喜欢讲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希望让我的粉丝，我的台湾的粉丝知道，就是说我可能代表一部分大陆人，或者像我这种背景的有海外背景的，就是上海人、大陆人，并不是所有都是说，这个台湾一定要收复啊，怎么样啊，然后像一些小粉红啊。对啊，我知道大家就是很敏感，很喜欢听这样的话题，但我不会去刻意触及政治了。我觉得我本人不太喜欢谈政治，但是难免会擦边球会打到一点。那从我的价值观来讲，我是非常认同台湾它的整体的一些是这个制度也好啊，体制啊、气质。当然，就是我一直讲，就是我们上海人有时候还是在审美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 picky 了然后我们私下有时候也会讲说这个虽然很接地气，但是如果说能够日本。对，也不用往东京，比如说往大阪啊、对、京都这些地方靠拢一些东西，再搞得新一点，维护得更新一点。我觉得去除铁皮屋就好了。我觉得台湾，我可能真的以后会，如果真的找到台湾太太的话，我会真的100%考虑留下。对啊，所以说因人而异了。那只是说，我们刚才讲的所有一切都是代表我的这个观点跟言论，大家可以参考。你第一次来台湾是什么时候？第一次是2017年。2017年。过了差不多要10年、9年了。快了。你觉得第一次来跟这次来有什么区别？如果说到刚才那个基建的话题，是没有任何区别。对啊，我想在地人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但其实台湾这几年新房盖了很多。OK。房价也一直在涨。房价对，新建案非常多。对，对，就是这个找饭店不如以前好找。
以前找饭店啊，找 Airbnb 非常容易，现在的话就真的非常贵。哦，对，但是高雄啊，然后台南、台中就好。哦，对，台中离台北其实不远，也就1个多小时的高铁，但是台中的房价，然后这个饭店的价格就低很多。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台北这个房价那么高，然后这个包括可能租金啊、Airbnb 饭店所有一切它都，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变化。哦9年前真的不是这样子。是9年前我记得当时非常好找，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的话，思想可能跟老一辈人，可能就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，40加以上的区别蛮大的，就是说可能包容性会更大一点，也不会说一见面然后聊着聊就开始聊政治的话题。我这次在高雄，遇到一对阿飞阿嬷，然后说聊，我问他们就是怎么去那个港口什么，然后那个阿飞蛮擅长聊天的，他也知道我在拍嘛，然后他就表达欲很强，表现欲很强，然后聊着聊着就开始讲到政治，然后就在那边吐槽这个你们的赖清德啊，这个不 OK 那个不 OK。他吐槽赖清德，对，他吐槽对，然后因为就年长一辈，他们也不完全是绿的，很多可能是偏蓝的，对，他们就觉得说这几年跟这个大陆关系搞得不好，就是因为他造成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多插嘴，然后那个阿嬷在旁边，你知道就故意打断，立马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美食上面，对，然后那个阿嬷就是蛮有意思的，就间接的打断那个阿飞讲一个政治话题，但是年轻人就不大，年轻人反而会倒过来好奇，就是说那你上海，然后这个上海怎么样？然后他们会比较好奇大陆现在的一些状态，因为现在可能自媒体很多东西都在这个讲大陆的好，或者不好，对吧？但是年轻人好像能更客观的去评价一些现象，稍微年长一些的那个辈分的就会比较 judge， 千万不要打仗啊之类的，就会说到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。台湾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存在，你跟人互动，他多少会带到一些政治话题。对，可能跟其他国家人他会聊到话题，但是跟台湾人一定会聊到，而且台湾人天生带有一种干，就是你聊着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，都会有一些只属于台湾人的干。那这些梗讲完之后，你会很回味，你当场会觉得很好笑很多，然后事后很多会觉得很回味，就说这个才是我喜欢的跟台湾人的这种交流方式，不管是哪种话题。会不会有人问到你一些你觉得会比较冒犯的问题？遇过几次，就比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就问我也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们的主席为什么一直要拿飞弹对着我？”我觉得这个就是比我怎么知较极端的问道？题，这个就很极端。对，目前我没有碰到，但是有那些讲就是说那个，因为在不了解我是拿美照的前提下嘛，就是说，那你为什么可以来这里？奇怪了，你为什么可以来？就那个态度其实是不友好啊。对，但是如果说真的了解我这个人之后，跟我有一番聊天之后，又知道我的价值观其实是很支持台湾之后，他们马上态度就180度大转。所以那种人也是立场蛮明显的，他就是自己预设了一个立场，非常明显。对，这次在南部、在中部，其实跟蛮多在地人接触，第一感觉都是非常友好，哪怕他们不知道我是哪里人，比较友好。所以之前台北朋友就跟我说，南部人会比较友好，好像是真的。我不晓得台北人听到这边会不会反，对，但是整体呢，就是80%的在地人，不管是哪里人，只要是台湾人都很 nice。其实因为你也是做 YouTube， 你网上也会接触到这样一些声音，会感觉被放大。那现实当中真的很少很少，因为我们做 YouTube 会有一个敏感度，好像社会是这样对你，但其实我们能分清楚，现实当中就根本不会这样。对，是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，很多大陆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敏感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自己敏感，对，可能性也是蛮多的，也是蛮多的，就自己把自己放在第一头的这个感觉去看，好像任何人都是歧视你的对，这个也是一不小心一句话，他是不是歧视我？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。那你知道台湾有一种蔬菜叫大陆妹吗？不知道啊，听说，我之前没有跟我讲过有这种蔬菜。你听到大陆妹会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会往好的地方去想，这是一种就是有趣的名字。可能我不是女生的关系，听到妹这个字不会有太大的感触。但我不知道女生会怎么样。但是以我自身来说，我觉得听到大陆妹就好像是有一个我们叫西红柿，那就是它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蔬菜，或者是那个洋山芋，我们上海叫洋山芋，就是来自西洋的一种东西。洋山芋。对，哪个地方，或者是台湾有一种山药叫日本山药，对，就是来自某个地方的比较有一个特色的东西。我是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去想，并不会说有一种歧视的感觉。那我也有去查过为什么要叫大陆妹这个东西，它就是说这种蔬菜很水灵，
那觉得大陆妹也是很水的，是有这样一个说法。那我觉得它并不是便宜，所以了解之后其实是保值。对，其实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不是你一定要带着好像低一点的眼光，有色眼镜去对，看待一些事情。很多时候都是误会，就融入嘛，既来之则安之就对啊好。，奶爸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的案例啊，你都能够娶到太妹。你自己我太喜欢太妹了。是台妹，得到认可台湾女生，不要说台妹，哦，台妹好像是不能讲。对，台妹是贬义词啊，所以这边卡掉好吗？啊。台湾女生真的是集温良恭俭让于一身的完美型。这一期的题目应该是就是上海人眼中要怎么的找到台湾女生？台湾女生100%完美，所以都完了。OK， 这一期跟我聊天吧，也差不多了，已经聊了很多，渊也说了很多自己对于9年以来台湾的感受，以及自己在台湾做自媒体的一种感受，我觉得是很精彩的，就是一种蛮让人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一来台湾就相应的流量会好一点？对，是，当然就是除了大家喜欢看这个跟台湾相关的话题之外，我确实跟奶爸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存在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这样类型的 YouTube。好，那么这一期就先到这里， Yep， 先到这里 Cheers，好奶爸下期再见 Cheers guys。